为什么都是同一个爹娘生的，同一个屋檐下长大，可有的人一辈子顺风顺水，有的人却处处碰壁，处处受委屈。很多人遇到这种事，心里就生出一股子怨气，觉得是爹娘那碗水没端平，是老人家偏心眼造成的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偏心本身它不是因，它是个结果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真以为进一家门做父子母女兄弟姊妹是天地间随机凑出来的班底？老祖宗讲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，一家人能凑到一起，全是前世未了的缘分与账目。有人是来报恩的，有人是来讨债的，个人的账本来就不一样。爹娘的态度不过是顺着因果走的必然结果，而这笔账里最沉最重的那一份永远归家里的老大。各位你想想看，因果账单有轻重缓急啊，最急最拖不得的那一笔旧账谁来顶？肯定是那个最先跨进这扇门的人先接住。你们在座的有谁是家里的老大的？你在心里对号，这几十年是不是常常觉得心里憋屈得很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天底下的老大好像生下来就该他多担一点责任？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你是老大，你要让着弟弟妹妹，这话你从小听到大，有没有人跟你讲过究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哪个圣人硬性规定老大必须吃亏，而是因为老大第一个进门，最先在这一家的因果账簿上签了字。这就像是一队人过独木桥，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踩的往往是最不牢靠最危险的那几块木板。不是他倒霉，是他先到，他必须用自己的脚把不牢靠的板子踩实了，把险烫平了，后面跟着的弟弟妹妹才能走得安稳。老大领到的那一份差事就一个字，叫做扛。一个家族上一辈没还完的旧业力，就像这间屋子屋顶漏雨一样，漏得最凶的地方必定要放第一盆水去接，老大就是那接漏水的第一盆。这盆水放定了，屋里其余的地方才是干的。你看看家里的老大身上往往有这么几个记号，一对一个准。第一，从小被要求让着弟妹，让习惯了，让到最后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哪怕是一件新衣服，一口好吃的都不敢先开口了，生怕给家里添麻烦。第二，家里但凡出点事，爹娘第一个电话绝对是打给你，第一个叫回来的肯定是你。可是事情办完了，你出钱出力擦完屁股，最后爹娘心里感谢的往往还不是你。第三，爹娘老了，生病卧床了，这端屎端尿照顾的担子默认就是归你管。注意啊，这不是找你商量，是全家上下连你自己都默认的一种规矩。最后一条最要命，你自己的委屈永远没有地方放。你跟弟弟妹妹去诉苦，他们觉得你在摆长兄长姐的架子，你转头跟老爹老娘诉苦，老人家只会轻飘飘回你一句，谁让你是老大呢？为什么委屈没处放？因为你接的是全家的旧账，不是爹娘的宠爱。宠爱能拿出来跟人炫耀，账不能说，你一说出口就变成了讨债，味道就变了。所以老大的委屈往往卡在嗓子眼几十年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这股子业力压在身上，接的人身上就会显出耗损之相。你们去观察，家里的老大往往操心早，白头发长得早，脾气又硬又倔，话还少。同一个爹妈生的兄弟姊妹，老大从小就像个小大人，弟弟妹妹活到40-50岁还能在爹娘跟前撒娇当孩子，这不是老大天生早熟，是他先替全家把最重的那份因果给接了。有个大姐快60了，老家在乡下，
名字叫招娣。一听这名字你就懂了，生他下来就是为了给家里招个弟弟的。招娣大姐这一辈子从小就被爹娘灌输一个实理，说你弟弟才是老家未来的顶梁柱，你是姐姐，你得凡事为着他。后来招娣出门打工，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，省吃俭用把每个月的工资全寄回家，好不容易自己谈了个对象，爹娘张口就要了一大笔彩礼。这笔彩礼招娣是一分钱没带回婆家，全被爹娘拿去给弟弟在县城凑首付买房子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够委屈了？可这还没完，因果账要是没结清，事情就不会停。到了前2年，这个弟弟不争气，染上了赌博，短短几个月，县城的房子抵押出去了，连本带利欠下一个大窟窿，高利贷天天上门催。这弟弟狗急跳墙，竟然动起了老爹老娘在乡下那套老房子的主意。他跑回家大闹，逼着爹娘把老宅子卖了替他还债。老两口哭天抢地，死活不肯。那老宅子卖了，他们住哪儿去？弟弟不听，在家里砸锅摔碗，要死要活。这时候老家的亲戚一个电话打给了招娣大姐。招娣当时还在工厂里上夜班，接到电话连夜买了张硬座票，摇摇晃晃10几个小时赶回老家。推开门，满地狼藉。招娣大姐看着角落里吓得直哆嗦的老爹老娘，再看着眼睛通红像个无赖一样的亲弟弟，那一刻她心里有个东西忽然间就断了。她走上前，没有骂街也没有撒泼，她就指着大门对弟弟说了一句话，就一句：你滚，这房子不卖，爹娘我带走，从今天起你不是我弟。弟弟当时大概也是心虚，骂骂咧咧转头就走了。招娣大姐当天就雇了辆面包车，把2个老人和几包旧衣服塞进车里，强行拉回了自己家。把老人接回去，公公婆婆有怨言，丈夫也不高兴，给她甩脸子。但招娣大姐咬着牙，硬是把老人安顿下来了。安顿好的那天晚上，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外头的黑灯瞎火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她以前总是怨爹娘偏心，怨弟弟像个吸血鬼，怨老天爷凭什么这么欺负她。可是那一晚，她哭着哭着忽然顿悟了。她想明白了，爹娘生了她，给了她这具肉身，这份生养之恩是实实在在的。她这半辈子给出去的彩礼，现在又接走无家可归的老人，这根本不是因为他欠弟弟的，而是他在这个家领到的那份旧债。他用这种最笨最苦的方式替爹娘把那份肉身之恩给报了，把上一辈子的旧账给平了。他想通了这一点，只要老两口以后有一口饭吃，有个屋顶遮雨，他跟生他养他的这个家的因果账就算是当场割断了，两清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打听弟弟的死活，爹娘有时在耳边念叨儿子，他也全当没听见，心里不再起半点波澜，他心里干净了，不再有半点怨恨。诸位啊，你看这位招娣大姐，她最后的那份底气是从哪里来的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万法唯心造。当你不再觉得是被逼着吃亏，不再怨天尤人，而是认清了这是自己在清偿因果，那份怨气当场就消了。这笔因果账它是实实在在的，就像你在银行里的贷款，你还一笔它就少一笔。老大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看着是处处吃亏，永远在替家里填坑，别人看着你傻，其实你是在一笔一笔的清账。等你清到晚年，账面上干干净净，全是空的。账空了的人身上没有业力拖累，谁也不欠。在六道轮回里，在这个人世间，你的腰杆子是最直的，
福报这个东西，我常常讲，绝对不是你处心积虑靠算计攒出来的，福报是你实打实还出来的。你欠着别人的时候，就算你手里攥着金山银山，你半夜睡觉都要惊醒，心里总有个地方是虚的。等你把家里的旧账彻底还清了，哪怕你到了晚年手里只剩下一碗清粥2件布衣，你这辈子对得起天，对得起地，对得起父母，你这颗心是稳如泰山的。老大到了晚年能享受到的大清净大安宁，是别人拿多少钱求多少神都换不来的。老大的这一份因果咱们讲明白了，可是你们要晓得，一个家里头往往还有一种人，他既不是排在最前头去扛雷的，也不是躲在最后头享福的，他夹在当中。这种夹在中间的孩子心里的那份苦比老大还要难说出口。为什么难说出口？你想想看，老大的委屈，爹娘就算嘴上不说，好歹全家人的眼睛是看得到的。唯独这个夹在当中的，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连个看见的人都没有。你要是家里排中间的，你今天好好听，你在这个家领到的那一份差事，不是老大那种硬碰硬的扛，你的任务叫做接，你是来当气口的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盖一间屋子，有门有窗，还得留个走气的口子，要是没这个气口，这屋子关得再严实，里头也是憋闷的。人待久了要生病，一个家也是一样，上头有个拼命扛债的老大，下头如果有个拼命要债的老妈，这2股力气是对冲的。要是没个人在中间缓冲，这个家当场就能吵散了。夹在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家里的那个气口，你不站队，两边的话都从你这里过一遍，两边的火气都在你这里化解掉，这家才勉强能安生。你看看一扇门，2扇大木门，看着重不重，威风不威风，可是把这2扇门连在一起的是中间那根毫不起眼的门轴，轴不响也不显眼，谁进出门也不会低头看一眼门轴，可是只要这根轴一断，2扇门轰地一下就全倒了。夹在当中的孩子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不响的门轴，不信你对号，排在中间的人身上都有这4个去不掉的记号。第一，从小最会看脸色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大占着长子的名分，老妈占着最小的宠爱，中间的这个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天然位置的。你要想在这个家里活得顺当一点，就得靠自己去察言观色，看老大的脸色，看老妈的脸色，看爹娘的脸色，这本事是硬生生逼出来的。第二，中间的孩子往往是最早出门自立的，家里实在腾不出多余的地方和心思给他，他很早就明白求人不如求己，只能自己拎着包袱去外头找一条活路。第三，爹娘对你最少操心，也最少疼爱，你别去怨，真不是老人家心狠，是人的精力有定数，顾了前头顾了后头，到你这儿是真的顾不上了。第四，这也是最扎心的一条，逢年过节家里办大事，你一定忙前忙后全场到齐，但是真到了上桌吃饭的时候，你发现满桌子人都有定座，唯独你坐哪儿都好像是个凑数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觉得这是命薄，老祖宗的历史上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，他就是个标准的门轴，他受的夹板气比你大得多了。这人是谁？周文王的第4个儿子，大名鼎鼎的周公旦。你们去翻翻老祖宗的记载，周文王生了一大帮儿子，老二是周武王，打下天下当了天子。这老四周公旦呢，上面有个亲三哥叫管叔，下面有个亲五弟叫蔡叔，他正好夹在中间。后来武王早死，
留下个小皇子成王，皇子太小，稳不住江山，周公旦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，代替侄子摄政，把这摊子事给接下来。这就好比家里老父亲走了，中间的兄弟站出来管家，结果怎么样？上头的亲三哥不干了，觉得这大权凭什么落到老四手里，下头的亲五弟也不服气，这亲哥俩一拍即合，在封地里到处散布谣言，说周公旦要篡位，要害死侄子，最后干脆联起手来，带着兵造反了。你想想周公旦当时的处境，心在滴血啊！亲三哥疑他，亲五弟反他，他两头不是人，两头都得罪光了，换了别人，这摊子烂事谁愿意管？大不了拍屁股走人。可是周公旦不能走，他要是走了，老祖宗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当场就得散家。他坐在大殿里熬红了双眼，最后硬是咬着牙拍了板出兵。这一仗打得有多痛心，对面的叛军可是跟他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兄弟。平叛之后，周公旦坐在大帐里，亲手签了军令，诛杀亲三哥，流放亲五弟。这一手打下去，手足相残，两边的人都恨透了他。可是正因为他在这中间死死撑住了这根门轴，老祖宗800年的周朝基业就靠他一个人给保全下来了。我拿这个故事给你们讲，就是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，夹在当中的那个人往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是要替全家做那个最难的决断的。你做完这个和事佬，做完这个决断，可能两边都不念你的好，两边都不亲你了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个家没有因为分家产打得头破血流，没有因为赡养老人闹上法庭，全是因为你在中间和稀泥，是你一个人把这个家给保下来的。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，总觉得家里吵架是谁嗓门大谁厉害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一个家散不散，从来不是从吵得最凶的那2个人开始散的，是从那个从来不吵架，总在中间两头说好话的人，突然有一天不来了，开始散的。吵架的人说明心里还在乎，那个中间的人一旦被伤透了心，觉得这根门轴我当够了，他撂挑子不干了，逢年过节他不露面了，那个时候这个家就彻底成了一盘散沙。你们自己回想一下，你们家族里头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，这2年忽然就断了走动，不太来了？你要是以为他是在闹小孩子脾气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那是门轴断了，心彻底凉了。但是凡事有弊必有利，上天安排的这本因果账，它是极其公平的。中间的这个位置，它最让你难受的地方，恰恰也是它最值钱的地方。你看老大到了50、60岁还是放不下，因为他从小扛惯了，看谁都觉得不放心。你再看老么，到了中年还是松不开手，因为他从小要惯了，总觉得别人欠他的。只有你这个夹在中间的人，因为从小两头不靠，谁也指望不上，所以你这辈子练就了最厉害的一样本事，自己站住脚跟。因为你两头不沾，所以你既不欠别人多大的情，别人也不欠你多少债，两头都不欠的人，到了晚年是个什么光景，你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，你兜里哪怕只有10块钱，那也是你自己踏踏实实挣来的。到了这个岁数，你扫一眼你们家兄弟姊妹几个，那个身体最硬朗，日子过得最清静，最不用人操心的，往往就是当年那个夹在当中的孩子。你这一辈子是不是遇到再大的难处，也没跟家里人开过口借钱？是不是生了病也是自己默默扛过去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命薄，也不是你脾气古怪，这是你早就顺应了这个门轴的命数。
练出来了不求人的真本事。这份不靠，年轻的时候嚼在嘴里全是苦水，可是老了以后，这就叫大自在。刚才讲了中间那份不靠人的清净，咱们现在掉过头来讲讲那个从小到大什么都有的靠的。你们家里头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最小的孩子，爹娘对他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做错事也舍不得打骂一句，旁边人看着都觉得这偏心偏得没边了。可是爹娘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就是控制不住的想把好东西都塞给他。你想想看，几个孩子都是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为什么偏偏对他一个人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前面我说过，进一家门不是还债的，就是来收账的。老大是来替全家还债的，那个最小的老妈手里捏着的就是上一世留下的收据，他是完完全全来讨债的。你们要晓得，疼其实就是还债的姿势。你欠了别人的钱，大街上撞见了债主，你是不是得赔个笑脸？说话是不是得软下3分？爹娘对小儿子小女儿那种没有道理的软弱和倒贴，就是因为上一世欠他的那一笔债在暗中催着，欠得越重，疼得越没分寸。旁人看着是把孩子宠坏了，实际上爹娘是在一笔一笔的清还旧账。可是你们做长辈的心里往往有一本翻不过去的苦账，那就是从小掏心掏肺疼到大的那一个，老了以后往往离得最远，回来看你最少。反倒是那个从小挨打挨骂，你没怎么上心管过的孩子，最后一步不离的守在病床前给你端屎端尿。老人家深夜里想不通啊，觉得这小儿子没良心，是个白眼狼。我跟你讲，真不是他存心没良心，是你们之间那笔账还清了，你借别人的钱本金利息全结干净了，你还会天天去人家门上走动吗？不会了呀，两不相欠了嘛。因果账一旦清了，人就散了，他就没有那种非得留在你身边尽孝的业力牵绊了。老妈这辈子前半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全家人都在给他兜底。可是你们去仔细看看，这些从小被偏爱，靠着全家心血供养长大的老莫，到了40、50岁中年的时候，往往摔得最惨，路走得最艰难。我跟你们讲这么一个人，这家里也是个小儿子，从小脑子活络，嘴巴甜得很，哄得爹娘围着他转，哥哥姐姐早早就辍学出去打工赚钱，每个月的工资全汇回来给他交学费，买名牌球鞋。到了30来岁，他大手一挥，说要去城里当大老板做生意。老爹老娘二话不说，把老家一套刚分下来的回迁房给卖了，凑了几十万给他盘下了一个大酒楼。这小老板当的那是相当风光，平时手里缺个3、5万周转了，一个电话打给大姐，大姐哪怕自己天天吃咸菜，也得赶紧去银行给他凑齐汇过去。酒楼要翻修缺钱了，找二哥拿钱，他拿得理直气壮，觉得全家人帮他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命好，脑子聪明，天生就是做大生意的料。结果到了40岁那年，家里的气数突然变了，大姐那边姐夫下岗了，孩子考上大学要交学费，大姐红着眼眶在电话里跟他说，弟弟，姐实在拿不出钱了，以后你自己的生意你自己扛吧。这话刚说完不到1个月，二哥在工地上突然晕倒，查出来个重病，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仅不能给他打钱了，还得指望他这个当大老板的弟弟出点医药费救命。这2棵摇钱树一断供，你猜怎么着？他那个表面上看去红红火火的大酒楼，不出3个月
资金链直接断裂，催债的供货商、讨薪的员工天天堵在酒楼门口骂娘，他急得满头冷汗，翻遍了手机通讯录，挨个打电话借钱。平时那些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的朋友，一听借钱全都躲得远远的，没一个肯伸把手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酒楼破产抵债，连他自己住的房子都被法院查封了。大年30的晚上，万家灯火，他一个人躲在漏风的出租屋里，外头噼里啪啦放着鞭炮。他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，看着桌子上半盒冷透了的盒饭，突然抡起巴掌，狠狠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子。那一巴掌打下去，他算是彻底被老天爷给打醒了。他在这冰冷的屋子里顿悟了什么？他忽然明白过来，自己前半生风风光光，人模狗样，全是因为老爹老娘、哥哥姐姐在替他施肥、浇水、挡风雨。他自以为有天大的本事，其实自己连个花骨朵都没亲手种过。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靠别人结出来的果子永远长不到自己的树上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叫因缘果报。老么从小收的是上一世的旧账，这是果，是别人早年间种下，如今捧到你面前的现成福报。你高高兴兴地把福报白白享用光了，可是你这一辈子该吃苦学的手艺，该受挫折长出来的骨气和见识，这种至关重要的心因，你1分钱都没种下去。等旧账收完了，爹娘老了，没油水可榨了，兄姐自己家一摊子是顾不上你了，也就是你家那个大米缸彻底见底的那一天，缸空了。你回头一看，自己名下的那块地，荒草长得比人还高，连一粒能活命的种子都没播过。这中间青黄不接的空档，就是老么40-50岁中年以后最难熬的生死大劫。别人的人生是从零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，老么的跟头一栽，那是从云端直接掉进泥潭里，连个爬出来的梯子都没有。所以诸位啊，你要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，你今天听到我这番话，自己心里要有一本明账。外人都说你命好，从小受尽了全家人的偏爱，可你这2年是不是越走路越觉得吃力，越走越觉得心里发慌，底气不足？我告诉你们，白白得来的东西是不长本事的。趁着现在人还在，还能动弹，赶紧把那份骄纵和理所当然的心收起来，认清自己前半辈子是在消耗福报，账总有收完的一天，收完了，后半辈子该受的累，该吃的苦，该去流的汗，你得自己咬着牙去吃去流。只有你自己亲手一锄头一锄头种下去的因，将来结出来的果实，老天爷才收不走，那才是真真正正属于你自己的命。诸位啊，前面咱们把老大、中间的老么这3份因果账都讲透了，可是现在有太多人家里头就生了一个孩子，很多人在底下犯嘀咕了，觉得一个孩子好啊，家里清静，爹娘的爱全是他一个人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要晓得，老天爷算因果从来不是按人头来分的，这本账是跟着这个家走的。一个家不管生几个，这家里几代人积攒下来的旧账，业力该还的债，那是一个定数，1分都不会少。3个孩子的时候，这本账撕开分3份，老大扛重头，中间的接一口气，老么去讨尾巴，个人还个人那一份。可如果只有1个孩子，这事就大了，这就意味着这本厚厚的沉甸甸的因果账，整本全压在这一根独苗的手上。独生子女领到的这一份差事叫做独扛，
这根本不是什么少了竞争，这叫没了分担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好比一根几百斤重的大木头，3兄弟去抬，一人挑一段，大家还能边走边喘口气。现在只有一个人去抬，还是那根几百斤的木头，重量1两没减，全压在你一个人肩膀上。咱们历史上有个最出名的独生子，那就是孟子。大家都听过孟母3000，很多人把这当成个教育孩子的学问来听。我告诉你们，没看透啊！你们要是用因果账本去套，就能看出当年这娘俩到底经历了多大的一场生死业力。你们想想那个画面，孟子3岁的时候，老父亲就没了，整个孟家的香火家运，老祖宗几代人的指望全落在这么一个孤儿寡母头上。孟母是个苦命的女人，天天坐在那台破织布机前头，咔嗒咔嗒，没日没夜的穿梭织布。那一寸一寸的布，就是他们娘俩活命的口粮，就是孟子将来立足的本钱。这布织的有多难，手指头磨出泡，眼睛熬得通红。可是小孟子呢，有一回他小孩子心性不想读书了，逃了学，蹦蹦跳跳地跑回家里，推开门，他娘正坐在机杼前头织布，那块布马上就要织成一匹了。孟母一看儿子半路跑回来了，连问都没多问一句，他一句话没骂，也没有拿起棍子打孩子。他干了什么？他转过身，脸色铁青，抓起旁边一把锋利的剪刀，照着自己熬了无数个日夜马上就要织成的那匹布，咔嚓一刀，当着儿子的面直接给剪断了。呲啦一声，紧绷的丝线全断了，好好的布成了一堆废料。小孟子当场就吓傻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那剪刀剪断的哪里是布啊，那是娘俩的命啊！孟母看着吓坏的儿子，眼睛里憋着泪，就说了一句话：你今天读书半途而废，就跟我一刀剪断这块布一模一样，全毁了。诸位，你看懂这一刀里的分量了吗？孟母为什么这么狠？因为孟子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，孟母心里那笔因果账太沉了，她全部的指望，整个孟家所有的气数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放，只能死死砸在孟子一个人肩上。他这一刀不是单纯的发脾气，他是在用这种最惨烈的方式逼着儿子看清楚，孩子，你身后没有退路，你旁边没有兄弟能替你顶着，你只要一垮，咱这个家老祖宗的这根线就跟这块布一样，彻底断了。这就是独生子女的命，一个人挑全家的担子。你们在座的有2种人要好好听这段话，一种是你自己就是独生子女的，另一种那就是你的孩子是独生的。先说做爹娘的你们到了这个岁数，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心里最怕的是什么？绝对不是怕自己吃苦受累，更不是怕死，你们最怕的是自己哪天倒了，躺在床上了，就这一个孩子，他该怎么办？他连个能坐下来一起发愁，一起商量拿个主意的人都没有啊！这份怕真不是你们年纪大了爱瞎操心，而是冥冥之中你们看到了压在孩子肩膀上的那本因果账到底有多厚。再说那些做独生子女的孩子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人生最苦的就是无人分担。有兄弟姊妹的人，家里的账是可以换手的。老爹住院了，今天大哥去熬个大夜陪床，明天换二姐去炖锅汤送饭，换手的这个空隙，人是能喘上一口大气的。只要这口气能喘上来，人就垮不了。可是独生子女呢，上头4个老人，下头自己还有小家和孩子，中间连一个能替换他扛一扛的人都没有。所以我常讲，独生子女到了40-50岁中年的时候，是天底下最累
最苦的一群人。你问问你自己，或者看看你的孩子，这2年是不是连个小感冒都不敢生？是不是连一句我太累了都不敢喊？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你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你只要2眼一闭躺倒了，这个家直接就停转了，没人能替你顶上。挑担子走长路的人，最要紧的不是天生力气有多大，而是中途能换个肩膀。换不了肩膀的人，活生生要被这副担子给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凡事有一弊，必有一利，老天爷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你一个人，也必定会给你一份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大福报。这份福报在哪里？在晚年。你们去看看外头那些有兄弟姊妹的家庭，爹娘老了之后，或者爹娘走后分家产的时候，打得翻脸不认人的事还少吗？兄弟姊妹几十年结下来的手足情，10之8九全毁在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上。凭什么看病你出钱少？凭什么老房子归你？这笔账一算，亲人当场变成仇人。可是独生子女呢？你前半辈子确实把全家人的账都一个人扛了，但是还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第二个人来跟你掰扯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去算谁多出了力，谁少出了钱这种烂账。你这一世天生就避开了兄弟宫之墙，手足相残的结束。等你把老人的债还完送走，你跟这个家的因果账那是彻底清零了。你晚年能享受到的一样东西，是别人家打碎了脑袋都求不到的，那就是2个字：清净。诸位啊，前面咱们把一家人里头这几份因果账算是全盘了一遍，可有些人在底下听着，心里犯嘀咕了：我上头有哥有姐，下头有弟有妹，照理说我该算中间的，可是我从小就没在这个家里待过，生下来没多久就被送到爷爷奶奶家去了，或者被过继给叔伯了，我不在这个家的排行里，我这种人到底算怎么回事？你要是这种人，今天这段话你一定要把心静下来，仔仔细细的听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老天爷的因果账本里，你们这一份是5种人里头背得最重，但也最容易修出大功德的一份。为什么最重？你想想看，你明明是投胎选了这个家，可是中途你的位置被人给挪了，位置一挪，事情就变了。别人一辈子只在这个家里还一本账，可是你呢？你一个人身上背了生与养的2本大账，生的那个家谱上有你的名字，可是你没有跟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，养你的那个家，你天天吃人家的饭，可是你心里总觉得自己身上的血到底不是这股源头，两边都记着你，可是两边你都不敢说自己完完全全是属于哪一边的。你对号这大半辈子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心里最难受最撕裂？过个年你2头跑，提着东西回生父母那个家，一屋子人热热闹闹的，哥哥弟弟互相开着玩笑，你坐在饭桌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像个走亲戚的客。转头你回了养父母家，老人家拉着你的手嘘寒问暖，你心里感激，可总有一股子小心翼翼，生怕哪句话没说对，伤了老人家的心。2家的灶台你都烧过火，2家的饭碗你都端过，可是真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摸摸自己的心口，是不是总觉得自己像个没有根的浮萍，2头都不靠，2头都不是人。这真不是你脾气古怪，也不是你不会做人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叫业力交织。别人手里拿一本账，你手里拿着2本，一本是别人欠你的，一本是你欠别人的。生你的那个家把你送出去了，不管当时有什么天大的苦衷，在因果上
那就是生身父母欠了你一份养育之恩，这是你被欠的养你的那个家，人家本来没有这个义务，却一口水一口饭把你拉扯大，这就等于你白白受了人家一份天大的恩惠，这是你欠人的。你一个人左手拿着讨债的收据，右手攥着还债的欠条，一边是委屈和怨气，一边是还不清的恩情，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道在你一个人心里头死死地拉扯着。你这辈子活得能不别扭，能不累吗？可是你们要晓得，老祖宗几千年的历史里头，凡是这种背着两家大账的人，只要把账算明白了，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。我给你们讲个大家都熟悉的老祖宗包拯、包青天。你们平时看戏只知道包公铁面无私，刚正不阿，却不知道包公也是个苦命孩子。包公从小就没有爹娘疼，他是他的亲大嫂，一个叫吴氏的寡妇，含辛茹苦，一口粥一口饭把他喂大的。包拯从小就管这个寡嫂叫什么？叫嫂娘。这就意味着包拯的身上死死压着两本大账，一本是他姓包，他得撑起包家老祖宗的门楣，得对得起生身父母的血脉传承；另一本是他欠了嫂娘如山一样的养育之恩。包拯寒窗苦读，终于考上了进士。皇帝一道圣旨下来，派他去外地做知县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啊！深深的那个包家总算有脸面了。这第一本账眼看着就要结出好果子了，可是包拯拿着圣旨回头一看，嫂娘老了，白发苍苍，走不动道了。如果他去外地上任，嫂娘谁来伺候？一边是朝廷的乌纱帽和包家的门楣，一边是孤苦伶仃的嫂娘，这两本账撞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当时包拯没有半点犹豫，他穿好官服，走到嫂娘面前，双膝一软，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青砖地上，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。随后他站起身，大笔一挥，给皇帝写了一道折子。他不去了，他把这好不容易考来的乌纱帽给辞了。这就是老祖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4个字，叫辞曹养亲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年代考个进士比登天还难，包拯为了给嫂娘尽孝，硬生生把前途给掐断了。他在家里尽心尽力地伺候嫂娘，一直伺候到嫂娘100年归老，披麻戴孝送了终，把这养恩的一本账还得干干净净，他这才重新出山做官。后来你们都知道了，他刚直了一辈子，把包家的声望推到了顶峰，深深的那本账他也圆满了。诸位啊，你看懂包青天是怎么结账的吗？你以为他只是孝顺？不，他是在用大智慧、大定力把身上的因果账一笔一笔的平掉。你们这些不在排行里两头跑的孩子，到了晚年一定要学会老祖宗的这个法子，这叫一还一放。什么叫一还？养你的那个家，哪怕当年对你有点苛刻，只要给了你一口饭，没让你饿死，这份恩情你得认，你得尽心尽力去还，该给钱给钱，该伺候伺候。什么叫一放？生你的那个家，哪怕当年把你扔下不管了，你心里的那个怨恨，你得彻底把它放下。很多过继的孩子到了50、60岁，一提起亲生爹娘，还是咬牙切齿，觉得他们好狠的心。我告诉你，你恨一天，这个怨气就锁你一天，这本因果账你就一天合不上。你得在心里头把这个结解开，当成是上一世他们还完了你的债，这一世缘分就这么浅，不再强求了。你只要把养家欠的恩给还了，把身家欠你的怨给放了，这一还一放，2本厚厚的因果账就在你手里啪的一下合二为一。
当场结清。我为什么说你们这一份是最好修的？因为一旦你把这两家的恩怨看透了，结清了，你身上的功德是别人的2倍啊！别人只了结了一家人的业力，你一个人把2家几代人的纠葛全在自己身上化解掉了。所以这种人一旦转了念，晚年往往是最有福气、最通透的。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本因果旧账能绊住你的脚了。话讲到这里，这5份因果账我都给你们翻了个底朝天，你们坐在底下听着，现在心里大概都已经对上号了，知道自己在这家里到底是哪一份，领的是什么差事。可是你们要晓得，光知道自己是哪一份没用啊。这就好比你去医院看病，大夫给你查出了病根，但不给你开方子，这病能自己好吗？好不了。今天咱们讲这堂课最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一招，你领的这一份因果账到底怎么做才算真正还完？怎么做才能让你晚年的日子彻底松快下来？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千言万语教人化解业力的方法，其实就4个字：先认后了。什么叫认？5种人受了5种苦，心里生出5种怨气。老大怨没人心疼，老么怨中年没人扶持，中间的怨全家没人看得见自己，独生的怨重担没人分担，不在排行的怨两边都不把自己当亲人。这5种怨气归根结底就是同一件事，你不认这本账，你不认这股怨气就像一把大铁锁，死死把你和这个家锁在一起。你活到80岁90岁还是在业力里头打滚，你得先低头在心里把这个账给认下来，认完了还得去做一件具体的事，把那一份彻底了掉。我现在一步一步教你们怎么了，每一档就一步，你听完回去照着做，马上就管用。先说老大，老大这一步最简单也最难，要把你心里的那个应该改成我愿意。你回想一下，你替弟弟妹妹兜底，替爹娘养老，你嘴上不说，心里是不是总憋着一句，这都是我当大哥大姐应该做的，谁让我倒霉排在前面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一样是挑担子，应该这2个字叫做被逼无奈，愿意这2个字叫做心甘情愿，被逼着扛债。你扛一辈子就怨一辈子，旧债还了，新的怨气又接上了，没完没了。具体怎么做？你回去找个没人的时候，面对着老爹老娘的照片，如果老人还在世，你就当着他们的面把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出口：爹娘，这些年家里的事是我在担，你们别觉得欠我的，这不是我应该，这是我愿意。就这几个字一说出口，你心里那个憋了几十年的凭什么当场就化作一阵风散了，这叫转念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万法唯心造，同一件事，你把心里的念头一改，因果当场就变了，你就不再是个受委屈的苦力，你是个还清旧账、大愿圆满的自由人。再来说中间的孩子，这一步叫做归位，别再做和事佬做到连自己都不见了。你在这个家里做了一辈子的气口，做了几十年的门轴，两边的怨气都往你这里倒，两边的话都从你这里传。可是门轴要转得动，它自己必须是一根实心的硬木头啊！你看看现在的你，是不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空心管子，只知道传话，从来没为自己说过一句话？怎么归位？这个月你主动去找你兄弟姊妹里头的任何一个，单独请他喝个茶吃个饭，坐下来一句话都不准谈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老人闲事，只谈你们2个人，谈谈你这些年的不容易，谈谈你自己心里的盘算。你为自己正儿八经的说一次话，
就是把你这根门轴重新立实了，轴立实了，你在家里的位置就稳了，这本账就平了。老么这一步怎么走？老么一定要趁着爹娘还清醒还在世，把你欠的那句谢字痛痛快快地说出口。很多最小的孩子总觉得爹娘给我钱帮我带孩子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一家人说什么说谢太见外了，大错特错。这笔因果账能不能结清，不在于你逢年过节给他们买多少贵重的补品，塞多少厚厚的红包，而在于你到底认不认。你不用花1分钱，你只要走过去，握着老人的手，实打实地说一句：爹娘，这大半辈子是你们一直在给我，我心里头全明白，谢谢你们。你只要认了，这笔账当场就从白拿变成了受恩。白拿是欠债，受恩那是了账。你把这句话说了，把这笔恩受下来，你后半辈子的路才真真正正长出了你自己的根，你才走得踏实。接下来这一步是专门说给独生子女的父母听的，做爹娘的，怎么帮你们这唯一的孩子把账给平了？很简单，赶在自己咽气之前，给他找一个能换肩的人。你们要晓得，独生子女最怕的不是花钱，也不是熬夜伺候病床，他们最怕的是大事临头的时候，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。所以趁着你们现在身子骨还硬朗，脑子还清醒，赶紧把身后事明明白白地安排好，房子怎么处理，存折密码多少，将来要是病得插管子了，是救还是不救，后事是减半还是大半，你把这些事一条一条写在纸上，明明白白交代给孩子，你把主意先拿定了，就等于在因果上替你这可怜的孩子换了最后一次肩。你少留一个需要他去左右为难的难题，他就等于少扛了10年的重担。这是做爹娘的能给独生孩子修的最大一份福报和体谅。最后，那些不在排行里的从小两头跑的孩子，你们这一步叫一还一放，两边的账不能用同一个法子对养你的那一边，你要把谢字给了掉。等到清明节或者过年过节去养父母的坟前，或者当着他们的面恭恭敬敬地说一句：我这条命是你们一口饭一口水养起来的。对生你的那一边，你要把院子给了掉。你不需要强逼着自己跟他们多亲热，你只要在心里头把那口怨气松开就行了，就当是前世的缘分浅，今生互不相欠。很多人一辈子活得拧巴，就是因为对两边用错了力气，对养父母端着架子，对亲生父母硬着心肠。你听我的，一还一放，恩情报了，怨气散了，两本大账在这一天就彻底合上了。你下半辈子干干净净。除了这5种人各自的做法，我还要教给你们所有人一件最要紧的事，这事不花钱不费力，每个月只要做2次，每个月的初1或者是15，你在家里的佛龛前点一炷香，家里没有佛龛的，就在客厅里找个安静的椅子，安安静静坐上10分钟，闭上眼睛，把全家人在心里过一遍，然后在心里头认认真真把这句话念一遍。这一家人聚在一起是来结账的，不是来结仇的。我领的这一份我认了，你别小看这几句话，这就叫法力认这个字。你只要在心里过一次，你家里的因果账上就轻1分。这不是什么哄老人开心的安慰话，你心里那个凭什么是我的疙瘩只要松开1寸，你跟这家人之间生生世世打的死结也就跟着松开1寸，心一转，外头的环境就跟着转。这就是老祖宗几千年来讲的最管用的大道。
好了，今天这堂课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难免不好，听着听着可能就给忘了，没关系，我最后再把这些重点给你们揉盘一遍。第一，家里的老大，你要晓得，你领的那一份叫做扛，你接的是上一辈没还完的旧账，先进门的先顶上，你这半辈子不是命苦，你是在还债，这本账是真的在一点点减少，回去以后把你心里那个被逼无奈的应该换成一句心甘情愿的我愿意，这怨气当场就消了。第二，夹在当中的孩子，你领的那一份叫做接，你是这个家里不响的门轴，你一辈子不争不吵，可这家最后散不散，全看你还在不在中间撑着。你不能光和稀泥找个机会归位，去单独跟兄弟姊妹说说话，为你自己发一次声，把你的位置立实了。第三，家里最小的老嘛，你领的那一份叫做讨，你前半辈子收的全是现成的福报，但你得懂事啊，趁着爹娘现在还在世，赶紧走到他们跟前，把那句感谢的话说出口。你说了这句谢，把白拿变成了受恩，你后半辈子的路才算是真正交到了你自己手里。第四，独生子女，你领的那一份叫做独扛3份账合在了一起，做爹娘的听到这儿一定要狠下心，早点把身后的主意，房子和看病的安排都替他拿定了，你早点交代清楚，就等于替你这唯一的孩子换了最后一次肩。第五，那些不在排行里从小被送出去的孩子，你领的那一份叫做记，你一个人身上背了2家的账，记住那4个字，一还一放。欠养父母的恩，你实打实地去还，生身父母欠你的情，你在心里头把它放下，一还一放，2本账就彻底合上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也是给你们所有人的，先认后了，这天地间的账你不认，你就会一辈子在怨气里打滚，至死都不得安宁。诸位要晓得，很多人跑去花大价钱看风水算命术，想要改命，我告诉你们，天底下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什么阴宅阳宅，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心啊。一个人最大的改命，也不是去求神拜佛，而是改你自己的念头，改你的行为，改你种下去的因。你今天坐在这里，听懂了你自己的那一份差事，其实也就听懂了你兄弟姊妹身上的那一份苦衷。我劝你们把今天这段话拿去转给你们家里人，发给你的亲戚朋友看，你别以为这只是凑个热闹，或者是在发牢骚，你这一转发就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法布施。你的亲戚朋友此刻可能正因为分家产伺候老人憋着一肚子气，眼看着就要亲人变仇人了，你这一个视频发过去，一句提醒点醒了他，可能就让他当场把心里的结给解开了。你让他少结了一场怨，少散了一次家，少造了一次业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你在救人，这就是你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积大福德，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啊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希望你们都在评论区底下留下一句话，我是家里的老几，我这一份我认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文字是有力量的，人的念头是有能量的，千万个人的善念在这个地方聚在一起，这股子能量场的威力那是不可思议的。当你亲手敲下这行字的时候，不仅是你在向天地宣告你放下了半辈子的怨气，这万人汇聚的善气和福报也会在冥冥之中。
实打实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，就用这句善言为你自己积一份清净，为你们家求一份平安吧。